看我油盐不进，庞叶庆的脸气成了猪肝色，但他也知道这件事已经不是他能处理的，于是拿手机给董事长打了通电话。电话接通时，那边传来了酒杯碰撞以及女人隐约的嬉笑声。我很忙，什么事？庞叶庆像是听不到对面嘈杂的声音，语气毕恭毕敬地将这边的事告诉了他。不过他历来专拣小事，说我起诉公司的事情绝对不提，直接说我要离职，自认早就拿走我客户资源的董事长轻蔑笑了一声。为了这么点蝇头小利就走，果然对公司没什么忠诚。他想走就让他走，欠公司的180万，1年内还清，我不收利息，就当做了件善事儿。不过你跟他说清楚，他是自己离职，公司没有赔偿。好的，董事长当初的决策果然没错。电话挂断，董事长又给庞叶庆发了2条消息，消息内容我没看到，但看到消息后，庞叶庆立刻叫来了人事，平时报销都要批3天的效率，这次仅用了3分钟便批准了我的离职。我刚走出办公室，财务就急匆匆地跑了进去。庞经理不好了，张总的项目出事了！庞经理不好了，张总的项目出事了！庞叶庆一个机灵，现在全公司上下都将张总的项目当成重中之重，所有的项目都能出事，唯有张总的项目必须要顺利进行。出什么事了？张总的项目不是马上就要完成，今晚就给咱们公司打尾款了吗？张总不知道从哪听到的消息，知道了陈琳离职的事儿。他是我们项目中途更换负责人，严重违反合同中陈琳全程跟进的附加条款。张总公司不仅拒绝结算尾款，而且要起诉我们，要求我们按合同赔偿10倍定金。张总的项目价值6000万，定金1200万，10倍，那就是1个亿零2000万，把公司全卖了也赔不起。更重要的是，条款白纸黑字的写在合同里，想耍无赖没门。庞叶庆脸上冷汗直出，王雪大概是急过了头，口无遮拦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公司现在哪还有这么多钱？我们连年终奖和团建的费用，都是预支的张总项目的尾款。”庞叶庆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冲出办公室追上来抓住我的手。陈琳啊，你和张总的关系不错，看在你跟我一场的面子上，张总的项目我允许你继续负责。庞叶庆这话说的仿佛是给了我多大的恩赐，我朝他甩了甩手里的离职单。庞经理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这么快就忘了吗？我已经离职了，你们公司的事和我没有关系了，我也没有义务帮你们负责项目。庞叶庆脸色又青了。张总的项目之前是你跟踪负责的，就算你离职，也得把这件事交接好。庞经理，你又忘了，张总作为重点客户，在我休假前就交接给王雪了，交接流程每一步都有记录，你和王雪的名字还在交接文件上签着。你现在回来，我给你加薪，年终奖也重新给你核算，算你业绩达标，行了吗？你现在回来，我给你加薪，年终奖也重新给你核算，算你业绩达标，行了吗？返聘的话，我现在要年薪60万以上。60万？陈琳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啊？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敢开的这个口。我拍了拍庞叶庆的肩膀，不知道就自己想一想，无知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。说完，我没再理会他，直接出了公司的门。刚走出大门，张总的电话恰好打了过来。我怎么能看不出张总的操作是在帮我出气？我朝他道了声谢，谢谢你，张总。都是兄弟，谢什么？而且坦白讲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今年我大概都不会跟他们续约了。对了，我说的是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等我回答，张总又继续说道：“我这边可都安排好了。”手机叮咚响了一声，我看到张总给我发来一份已经签好字的合同，不过和之前谈好的条件有轻微的改动。我昨晚认真的想了想，你这种优秀的人才在市场很抢手，所以除了之前谈好的条件，我又附加了2%的股份。2%的股份听着少，但张总公司每年公司盈利至少4万，2%也有800万，而这只是分红，不包括其他。陈琳，我真的很期待你的加入。张总的语气格外的认真，似乎唯恐我会拒绝。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或者如果你有其他的要求，也可以随便提。”没有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说完签下了这份在庞叶庆看来是做春秋大梦的文件。而此时，庞叶庆那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意识到我不可能再帮忙做，
黄叶庆只能把事情交给王雪解决。王雪率先给张总打了电话，试图和张总攀关系，结果被张总抓着他那乱七八糟的项目细节骂得狗血喷头。黄叶庆又带着王雪买了厚礼登门道歉，张总将人带礼一起扔了出去。哼，我劝你们公司还是省点钱去请律师吧，说不定还能少赔点钱。两人都束手无措，事情不得已，最后还是等到了董事长。两个废物，谁让你把陈林开除的？董事长，当初是您说的要在1天之内让他滚出公司。你的意思是我自作自受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董事长对我做了什么，自然也会对庞叶庆做同样的事。在确认庞叶庆解决不了这件事后，董事长不仅当即开除了庞叶庆，还让庞叶庆背上了一笔天价赔偿。而王雪因为还年轻，还有利用价值躲过一劫。当晚，董事长亲自找到了我，开门的时候，向来颐指气使、拿鼻孔看着我的董事长变得异常的和蔼。小陈，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事情都是庞叶庆搞的鬼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，就当是替你出气。你在公司10年，我其实很看好你的。庞叶庆答应你辞职这件事，让我很生气。生气？我看着眼前温和的像新兵蛋子一样的董事长，开口：辞职这事儿不是你亲口让庞叶庆去做的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那时候我也在场，我直接戳破董事长的客套，没有给他留半分的面子。董事长的老脸一红，他干笑着，似乎是在思忖怎么狡辩。小陈呐，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。你在公司这么多年，我其实也很舍不得你的。我看着董事长虚与委蛇的模样，懒得再听他说下去。回去是不可能回去了，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，但你们的项目我可以帮忙负责，就当是给自己赚个外快。一个项目180万，怎么样？让我从董事长身上赚外快是张总的意思，他猜到了这笔违约金他们一定赔不起，董事长一定想方设法的会找到我。与其一直被纠缠，倒不如让你赚笔小费，也算是他们这些年对你的补偿了。听到金额后的董事长额头青筋暴动，他权衡几秒后，咬了咬牙，行，成交。1个亿和180万，看来他还是能分得清楚的。董事长望眼欲穿地看着我的手机，眼神期待。我已经答应了，你现在就给张总打电话。不着急，先付钱。董事长脸都绿了，这还是乖乖刷了卡。等钱到账后，我给张总打通了电话。听到张总说要撤诉，董事长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。董事长又恢复了之前桀骜不驯的模样。明天早晨来公司盯项目，项目价格给你开得这么高，你也该让我看到你的价值。送他离开后，跟张总又打通了电话，道了谢。张总给我放了1个月的假，让我处理这次的项目，并重新跟踪王雪负责的部分。出气归出气，但毕竟也事关公司的利益，张总不希望项目出现差错。数日间，我又回到了公司，王雪看我的眼神里，仿佛都带着愤怒的火，但又无能为力，除了瞪我2眼自己解气，其他什么也做不了。陈林，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联合张总搞了这么一出，但就算你回来了，董事长也不会再信任你的。而我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挖到更优质的客户，获得董事长的信任，升职加薪的。听王雪的意思，她以为我是被打听回来的，那就提前恭喜你升职加薪了。我不打算再和她浪费时间，但王雪仍然不依不饶。董事长给你开了多少把你说动，让你回来的？见他这么想知道，我打算满足他的好奇心。180万，瞪大眼睛，实话怎么办？怎么可能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董事长怎么可能会给你开这么高？我淡笑着，将他之前对我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。狗，180万算高了？发年终奖，公司让我道歉180万，你是怎么对我说的？一笔小钱而已。我欠公司180万，他可以假惺惺地说只是一笔小钱。现在我拿到180万，王雪却不觉得这是一笔小钱了。她坐立难安，比吞了苍蝇还觉得难受。或许是这笔钱刺激到了她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她对我都没有什么好脸色。项目交接，她提交来的资料，要么是残缺不全，要么是乱糟糟的一团。自从王雪得知董事长给我开了180万的薪资后，她也开始摆烂了。提交来的资料要么是残缺不全，要么是乱糟糟的一团。我让她整理好了，她却不以为然地冲我笑道：“
我最近手头的事情有点多，资料就只能麻烦你自己整理了。更何况这本来就是你的项目，整理起来你肯定比我更高效。说是在以前，我便不会追究，觉得一点小事而已，自己顺手就整理了。可此时我没有动，而是转身给董事长打电话告状，告诉他王雪不肯配合。张总的项目目前是公司最大的事，董事长也没再像以前那样袖手旁观，行动高效迅速地给王雪打了通电话。不知道他在电话里骂了什么。王雪打完电话回来，眼眶都是红的。董事长的电话打完后，王雪效率变得更高效了。换做以前让他整理份资料，至少要花费5、6个小时。这次不到1个半小时，他就将全部的资料都递给了我。离开前，我看到他又狠狠地朝我瞪了一眼。陈琳，你少得意，你不就是仗着张总才这么得意的吗？现在张总的项目马上落成，我看你还怎么待下去？我被他逗笑了。我回来只是盯项目而已，本来也就没打算在这待下去。在我的监督下，项目很快顺利完成。完工当天，我收到了张总要来接我，为我签工的消息。伸了伸懒腰，正准备离开，结果没想到公司门口又见到了庞叶庆。这次他并不是经理的身份，而是歇斯底里的失业中年男人。庞叶庆不知道从哪儿得知我被返聘回公司的消息，在张总项目落成的下午，冲进了公司，在办公区大吵大闹。董事长，董事长呢？我要见董事长，让他出来！我不服！庞叶庆在办公区高声大吼，不一会儿，周边就围了一大圈的人。董事长听到有人在公司闹事后，立刻赶了过来。人群看到董事长，就一瞬的紧张。庞叶庆，你干什么？在这儿发什么疯？董事长，当初是你让我想办法不付赔偿金的辞退陈琳，我提的用年终奖道歉公司180万的方案，逼他离开。你嘴上笑他，都快咧到耳根了。拿到陈琳的客户资源后，找借口1天内走完他的离职审批，也是你勒令的。我按你的要求都做了，结果项目出事，牺牲的人却只有我。辞退我也就算了，可你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价格将他返聘回来？或许是信息量过大，周围的人听到他这番炸裂的话，顿时一片死寂。现场寂静了2秒后，爆发出一片哗然，旋即是一阵猛烈的窃窃私语。董事长发年终奖是为了逼迫陈琳不付赔偿金的离职，这能陷入伤人呐！亏我当年不发年终奖，被发现了。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在质疑声中，董事长脸都黑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，你给他开了年薪180万，他在公司待了13年，为公司贡献了13年，替你做了那么多脏事累事，他现在年薪也才30万，临走的时候还让我倒赔了公司100万。黄叶庆难过的捂着脸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董事长的脸更难看了。谁跟你说的？我给他开了年薪180万。前任公司的董事长给了我180万，我还没疯，和前任经理庞叶庆先疯。你把他返聘回来，又给他开了年薪180万，在公司待了13年，为公司贡献了13年，做了那么多脏事累事，现在年薪也才30万，而且走的时候1分赔偿金都没有。谁跟你说的？我把他返聘回来的？又是谁跟你说的？我给他开了年薪180万。我笑了笑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我，还能是谁呢？薪资在公司内部是 S 级经理，不允许愿意冒着风险告诉庞叶庆的，还有谁呢？好难猜啊！王雪，董事长，不是我。王雪的狡辩苍白无力，最后她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似的，脸色惨白，挺起了胸膛。对，就是我。我也只是觉得陈琳根本配不上这么高的薪资，把她返聘回来是公司的损失。董事长看了一眼四周，大概是意识到这件事不解决，事情无法收场，他吐了口气道：“
陈林是我请来处理张总项目的，张总的项目你跟进成什么样子，你心知肚明。如果不是陈林来救火，公司将会损失上亿，这些钱你能承担得起吗？听到这个数字，王雪垂下了头，脸色苍白。所以陈林根本没被反调回来。我清楚地看到董事长眼里闪过一丝无奈，但他仍轻拍了拍庞叶庆的肩膀。陈林连同张总拿项目条款威胁我，我没得选择。你和陈林不一样，你是公司培养多年的老员工，心向公司，又为公司做了这么多贡献，我怎么舍得开除你？明天你就正常回公司上班。听董事长这么说，庞叶庆愣了愣，立刻感激涕零地表忠心。谢谢董事长，我就知道我的努力，董事长一定是看在眼里的。董事长又将目光投向王雪。王雪今天的事触犯了公司 S 级机密条款，但念在他是为公司着想，又是初犯，降薪30%作为处罚。庞叶庆和王雪两人感恩戴德的道谢。董事长的眼里明显有一直唯我的努力，我只觉得好笑，也期待着他玩给我的那天。人群散开后，董事长将人事叫进了办公室，找个由头把庞叶庆和王雪两个蠢货开除，下个月别让我看到他们。项目结束后，我如约入职了张总的公司，签订了早就拟定好的入职合同。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谁知这天陪张总参加商务晚宴，我又一次看到了庞叶庆。陈林，你这西装地摊买的吧？啊，这么高档的商务宴会，就穿一个杂牌的西装过来，也不嫌丢人。今晚要见的客人很重要，你穿这个。见我不说话，庞叶庆以为是默认，笑容更大。这场晚宴客户都是上层人物，你要谈合作，至少也得稍微出点血。知道我身上这套西装多少钱吗？1万多。这手表，对不起。走路小心一点，这位先生身上的西装是手工限定款的，至少10几万，弄脏了连干洗费你都赔不起。听到10几万这个数字，年轻侍者的脸都吓白了。他再三道歉，庞叶庆的脸色炎亮。你认错了吧？啊，他这身西装明显是杂牌的，我在市面都没见过这个牌子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大堂经理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最后还是出于身份，礼貌道：“我不会认错的，你没见过是因为这牌子根本不在市面上流通，而是在奢侈品圈内流通的。”经理没再理会他，微笑着问我需要什么服务。我向他报了张总的名字，经理立刻带着我往里走。离开时，我脚步停了一下，朝大堂经理要了把剪刀。你要干什么？我绕到庞叶庆的身后，将他露出来的吊牌掏出来，咔嚓一声利落剪断。你吊牌露出来了，万一被合作方看到，恐怕会影响合作。我也是在帮忙。陈林，你嘚瑟什么？我这次要谈的是一笔上亿的大单，董事长那边已经谈好了，板上钉钉的单子，只要我拿下，就能坐上副总裁的位置。我顿了一下，庞叶庆见状，以为扳回一局，冷笑一声，带着王雪转身进了晚会大厅。可我想的却是，拿下能坐上副总裁的位置，但如果没拿下，我的疑问很快有了解答。不到1月，之前的同事发来了消息，他一改之前的态度，对我说话时很小心。哎，陈哥，你听说了吗？公司不行了，董事长和黄经理他们打起来了。我本不想理他，但他发来一条视频，视频里庞叶庆跪在地上，苦苦地和董事长哀求着什么。董事长，你不能开除我呀！我还有家要养，我要还房贷、车贷，还要供我女儿上学。我被开除了，我要怎么养家呀？这就不是我的事儿了。你连这么点合作都办不好，还想留在公司？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。董事长，这真不是我们的错，那边本来就是内定了的，要和张总合作，我们根本没有竞争力啊。没有竞争力是你要考虑的问题，不是我。我花钱找你们过来，不是听你们给我找借口的，没让你赔钱就已经不错了。赶紧在今天之前离开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等冷落下话语，董事长连头也没回，便准备离开。不知道是受到的刺激太大，还是怎么，庞叶庆握紧了拳，突然朝董事长冲了过去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想要卸磨杀驴。我在你公司干了13年，干了13年的脏活累活，现在你不需要我了，所以用对付陈林的这一招来对付我。我又活不下去，就都别活了，一起死！两人扭打在一起，一旁的王雪被吓得脸色惨白，脚步像被钉在地上。外面有同事听到动静，一起跑进来合力控制住了庞叶庆，但已经晚了。董事长被打得要害，早已不治身亡。后来，庞叶庆因故意伤人被判了，而王雪被吓得精神失常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每天只会重复这一句话：别杀我！
我不要钱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后来在一天夜里，他神智恢复清晰后，偷偷爬上了30层大楼的楼顶，一跃而下。得知消息时，我因为连续清醒